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田悟先生所著的《糖质疲劳》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糖质疲劳对当下表现与未来健康的影响；第二，如何通过饮食方式来应对糖质疲劳。首先是第一部分，糖质疲劳对当下表现与未来健康的影响。午餐后，如果您经常会感到困倦或疲惫，那可能就是糖质疲劳在作祟。许多人将餐后困倦归因于疲劳、睡眠不足，而忽略了进餐后的血糖波动带来的不良影响。如果在进餐后不久会感到困乏、易怒，或者明明已经吃饱了，但很快又饿了，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都可能是糖质疲劳所引起的。作者山田先生将这种因血糖波动引起的不适统称为糖质疲劳。它不仅会影响当下的表现，更可能对未来健康埋下隐患。大家可能听说过餐后高血糖或血糖波动，进餐后血糖水平会自然上升，但如果上升得过快，再骤然下降，便会形成剧烈的血糖值骤升骤降。这种剧烈的波动会带来困倦、疲惫等症状。虽然餐后不适也可能来自睡眠不足或其他的原因，但糖质疲劳特指血糖剧烈波动带来的影响。常规健康体检主要监测空腹时的血糖，但研究表明，餐后高血糖这种早期征兆，可能在空腹血糖异常的10年前出现。糖质疲劳正是这种早期征兆，如果不加以重视，将来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如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甚至会导致糖尿病并发症。这种健康恶化的多米诺效应一旦启动，就可能在中风、心肌梗塞等阶段不可逆转。在最早期的糖质疲劳阶段，干预还相对简单。如果你已经出现了糖质疲劳的症状，这就是多米诺的初始倒下，距离潜在疾病的发生时间或许已经不足10年了。所以，我们应该尽早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将多米诺效应遏制在初期阶段，从而守护我们未来的健康。接下来是第2部分，如何通过饮食方式来应对糖质疲劳。作者提出，应对糖质疲劳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调整一下进食方式，便可能获得改善。这种改变不仅能阻断多米诺效应的持续，还可能逆转此前的疲劳积累。传统的健康饮食建议，如控制卡路里和保持8分饱，往往会令人难以长久坚持。而作者推荐的饮食方法则强调减少糖质的摄入，同时增加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并注重食物的摄入顺序。这种方法不仅操作简便，还能带来更持久的饱腹感，避免节食所带来的压力。这就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法，意味着适度限制糖质的摄入，而不是完全禁糖的饮食。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法为那些容易出现糖质疲劳的人群提供了适宜的糖质摄入量。通过这种饮食方式，大家能够更轻松地改善身体状况，并提升能量水平。这种饮食法具体包含3条建议。第1条建议，确保摄入充足的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法是一种令人愉悦且能带来强烈满足感的饮食方式，其核心不仅在于适度减少糖质的摄入，还强调足够的脂肪和蛋白质摄入，以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许多人因为担心肥胖或生活方式病，将油脂视为禁忌，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20世纪中期的研究曾将高脂肪摄入的国家与较高的心脏病发病率联系在一起，从而引发了对脂肪的避讳。然而，后续的研究表明，减少脂肪摄入反而会降低每日热量的消耗，使人体每消耗约300千卡的能量变得更加困难。同时，脂肪和蛋白质能够提供更持久的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量，避免暴饮暴食或不必要的加餐。例如，许多人习惯在午餐时吃沙拉搭配鸡胸肉，尽管鸡胸肉富含蛋白质，但其脂肪含量往往不足。而蛋白质和脂肪通过不同机制共同帮助稳定血糖水平。如果缺乏脂肪，沙拉鸡胸肉在控制餐后血糖方面的效果
会大打折扣。午后若感到饥饿而吃零食，缺少足够脂肪的支持，更可能引发糖质疲劳。因此，进餐时不妨在沙拉鸡胸肉中添加一些健康脂肪。预防糖质疲劳，并不在于严格控制和限制，而是通过增加对身体有益的成分来实现。尽管对脂肪的严格限制流行了几十年，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并未带来预期的健康益处。大家应当摒弃20世纪的旧饮食观念，合理摄入脂肪能够使身体更健康。第二条建议，适合糖质疲劳人群的糖质摄入量。在探讨了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后，我们现在来关注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中如何适量摄入糖质。为了预防和缓解糖质疲劳，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糖质才算合适呢？我们的全身细胞中，大脑和红血球是无法利用脂肪作为能量的，几乎完全依赖于糖质。它们每天所需的糖质量大约为130克。通过设置这一上限，旨在避免大量胰岛素的分泌，从而使身体的代谢更加高效。以每日3餐为例，每餐糖质的摄入量应控制在40克以内，以防止餐后血糖的快速上升；而额外的间食则应控制在10克以内，以确保每日糖质摄入的总量不超过130克。40克的糖质大致相当于一个饭团的量，如果用米饭来计算，则大约是半碗的量。搭配足够的配菜即可达到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标准。如果您习惯于吃大碗饭，突然减少可能会有些困难，可以先设定将米饭减少一半作为目标。如果您每天吃2片吐司面包，可以选择低糖面包或减少到1片。切记，减少主食摄入的同时，还需要增加配菜，以确保饱腹感。通过减少高糖质食物的摄入，同时增加蛋白质、脂肪和食物纤维的摄入，您可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改善体质。如果持续采用这种方式，减少一半的糖质，即使只是部分改善，也能带来显著的效果。之后，您可以尝试严格按照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标准，每日摄入130克的糖质，这样就不再需要担心热量问题，而是利用蛋白质和脂肪来保持饱腹感。通过实践，你会发现这样的饮食方式其实并不难以坚持。第3条建议，采用碳水最后的进餐方式。大家可能听说过3角进食这种方式，即轮流进食米饭、配菜和汤品，有助于消化和营养均衡。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实行蔬菜优先的饮食原则，即在用餐时先吃蔬菜，以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虽然进食顺序确实会影响血糖的升高，但与3角进食或蔬菜优先相比，更能有效地解决糖质疲劳的方法是碳水最后。所谓的碳水最后，就是在用餐时将含糖的主食，如米饭或面包，留到最后再吃。建议在用餐开始的前20分钟内，尽量避免接触糖质食物。早期的研究显示，先吃蔬菜再吃米饭可以抑制血糖的升高，因此提出了蔬菜优先的概念。后续研究发现，在进食顺序中，先吃肉类或鱼类同样能够抑制血糖的上升。因此，食物的顺序并不一定要从蔬菜开始，关键是要把米饭放到最后。我们称这种方式为碳水最后。进一步的数据比较了碳水优先、碳水最后和3角进食对血糖的影响。结果显示，只有采用碳水最后进餐方式的人，血糖波动较为平缓，不会出现餐后的高血糖，并维持了理想的血糖水平。这是因为摄入脂质能够促使体内分泌出一种叫做肠促胰素的激素，有效抑制血糖的上升。由于糖质是唯一显著提高血糖的成分，如果将糖质留到最后，在此之前摄入蛋白质和脂肪，可以让肠促胰素发挥作用，减少血糖的升高幅度。通常，肠促胰素的分泌在进餐20至30分钟后才会启动，因此建议避免快速进食，至少在进餐20分钟后再开始吃糖质食物。掌握这种进食方法后，您不仅能缓解糖质疲劳，还能防止因血糖波动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如此一来，
您的身体和心情都会更加轻松愉悦，可以更好地享受当下的生活，同时为未来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